唐代有位奇人，以神机妙算著称，曾经当过唐朝皇帝李世民的国师，专门帮李世民测算唐朝的国运，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袁天罡。这袁天罡不仅精通相术、风水，还拥有预知吉凶祸福的超凡能力。相传他曾经算出自己去世的时间，还提前为自己修建了墓葬。而关于袁天罡的墓葬，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有位叫李淳风的奇人是袁天罡的同僚，曾经预言过袁天罡的墓葬历经1000年都不会被盗。那么果真如此吗？这李淳风可是和袁天罡合作写出《推背图》的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预测书。据说从贞观年间到后世1000多年，黄巢起义、赵匡胤一统天下、秦桧专权等都已应验。那袁天罡的墓葬历经1000年真的不会被盗吗？在1000多年过去后的今天，有人终于发现了袁天罡的墓葬。在陕西西安附近的一个村庄内，有村民声称发现了袁天罡墓，而且这村民还真的进到了墓里，探了一番究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本期眼见古今，就带大家一起去探究袁天罡的墓葬之谜。唐高宗咸亨元年，长安城外一屋内，2位白发老者正在对话。病床边的那位问：老李，你觉得我的墓1000年之后会不会被盗？病床上躺着的奄奄一息的那位脸上却露出笑容：老袁，放心吧，1000年之后盗墓贼肯定先来挖我的墓，你的墓会好好的。这2人便是李淳风与袁天罡。推背图中的预言在后世被传得神乎其神，其中对王朝兴衰的预测更是准得惊人。就是不知道袁天罡的神机妙算能不能让自己的墓葬躲过盗墓贼的洗劫。事情还要从1979年说起。陕西西安长安区韦曲镇双竹村，一位叫张宝军的村民像往日一样在自家的包谷地里浇水。他无意中发现地里出现一个地洞，他把浇地的水灌进洞里，灌了很多水后，这洞跟个无底洞似的，怎么也灌不满。张宝军感到很奇怪，这洞应该是连着地下的吧。他停下灌水，仔细查看，洞可以进人，也不宽，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像墓葬的盗洞。想到盗洞，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这墓该不会是袁天罡的吧？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以前在村里，老人们口口相传，经常说起，就在离他家包谷地大概10多米远的地方，有个很特别的冢，那可是袁天罡的冢。袁天罡的故事，张宝军听说过一些，不过当时并没特别在意。而现在眼前的洞让他觉得，说不定就连着老人说的袁天罡的墓，因为这附近没别的墓了。张宝军朝洞口试了试，可以容一人进去。他连忙跑回家中，叫上自己的哥哥张宝，拿着点燃的木条，2兄弟打算钻到地洞中去查看个究竟。这袁天罡虽然很有名，可能还是有部分观众不知道。中国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除了他和李淳风写过《推背图》，就是和武则天有关的了。相传袁天罡曾到过武则天家中，看到武则天的母亲杨夫人时，对她说，她孩子中有大富大贵之人。杨夫人把她的孩子叫出来，袁天罡看后说，武则天的2个兄弟只能当3品官，姐姐虽尊贵，但不立夫。杨夫人不信邪，让乳母抱着幼年武则天，故意穿上男装出现。袁天罡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孩子眼神清澈，气质不凡，有龙精凤颈，极为尊贵。他疑惑地问是男是女，说若为女娃，将来会成天下之主。杨夫人听了，半信半疑。那么袁天罡的功力到底如何呢？后来发生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确实证实了他看相预言的准确性。武则天果然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而她的兄弟姐妹的命运也应了袁天罡的预言。比如哥哥当了3品刺史，姐姐身为好国夫人却早寡。在武则天还是个婴儿时，袁天罡就能做出这种预言，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不可能靠推理完成的。因为唐朝虽然比较开放，对女性的压制也不像后来的宋、明等朝代，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从武家的社会地位，还是从女子从政的可能性来看，武则天当女皇帝的概率应该为0，有悖常理。可袁天罡的预言竟然神奇地应验了。还有一件袁天罡的传说，也是关乎他神奇功力的。传说唐高宗李治生病，眼看不治，武则天开始选灵旨，就任命袁天罡和李淳风去办，让他们分头去寻找风水宝地。对，李淳风就是咱们开头预言说袁天罡的墓葬1000年都不会被盗的那位。既然女皇帝小时候都被这位高人算过，此刻启用袁天罡也是情理之中。于是李淳风呢，沿着黄河寻觅，夜观天象时，看到一山峦紫气冲天，与北斗相交，认定此地为宝地，便埋下1枚铜钱做标记。而袁天罡呢，则在另一日来到同一地点，见其形似睡美人，便用发簪插地为记。当两人回朝复命后，武则天派人查看，发现袁天罡的发簪恰好插在袁天罡所埋铜钱的孔中。你说这袁天罡还有这李淳风算不算奇人？于是武则天就将唐高宗的陵墓定于此地，这地方叫梁山，也就是如今的乾陵。乾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也是唐18陵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过陵墓。后来的史料有名有姓地记载过，乾陵其实被盗过17次，梁山几乎被挖空大半。不过这些前仆后继的盗墓贼始终没有找到乾陵的入口，因为这地方是袁天罡帮着选的，于是人们就说肯定是因为袁天罡在那里施了法布了阵，所以随便谁去盗都找不到门。你说这是邪性不邪性？给皇帝看陵的2位高人大概因为这事都想到自己的身后之事，于是这2位就开始了给自己找墓葬之地。说这李淳风给自己找到一块地方，决定当自己的墓葬，而袁天罡呢，也看上了同一块地方，几乎是给皇帝选陵旨的翻版。结果呢，袁天罡就把自己的墓葬选到离李淳风的墓葬相隔几百米远的地方。后来李淳风病重，袁天罡去看他时，就出现了那段关于袁天罡的墓1000年不会被盗的预言。那么袁天罡的墓葬果然不会被盗吗？我们一起回到张氏兄弟的探墓现场，一起看看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话说张宝军叫上哥哥后，2人决定来一个盗洞探险。要说这2兄弟也真是胆大，啥装备都没有，点燃木条当火把，就进了包谷地里的疑似盗洞。往里走了一段距离后，他们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2人分析应该是水声。继续往前走，没多远，这时张宝突然觉得自己脚下面不对劲，好像踩着什么东西。他脚下的地面好像变得软绵绵的，但给人的感觉又很有力，像是什么东西在拉扯着自己。毕竟是生平第一次进一个墓葬，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袁天罡的墓葬。张宝想，不好，难道是袁天罡在墓葬设了什么机关，自己中了机关？这么一想，他立即紧张起来，赶紧挣扎，同时赶紧叫弟弟把火把给自己。火把照过来，张宝发现自己虚惊一场，原来脚下踩着一滩淤泥。再仔细朝四周瞧瞧，他们发现滴答的水声应该不是洞里本来就有水，而是张宝军灌水给灌进来的。淤泥呢，也是因为流水冲刷而形成的。幸好不是中了什么法术，也不是遇到什么鬼啊冤魂之类的。兄弟俩紧张的心情也略微放松下来。不过他们好像和这袁天罡的墓好像还真的挺有缘分的。这一停顿使得他们发现自己刚刚下到的这个盗洞正好是开在墓的中间的。随着他们往下走，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墓室里的情况了。墓室是什么样的呢？兄弟俩人已经下到墓室中。墓室是个圆洞，圆洞的面积大约有10几平方米。从外面看时像个瓮，东南西北4个方向有4个穴洞。不过这4个洞穴的口比他们进来时的那个疑似盗洞要小一些，是盗洞还是本来就有也不好说。这4个长长的洞在墓室里看时应该是通着外面的地面的。就在2人打算进一步查看墓室的时候，这时手中的火把突然熄灭了。
他们赶紧点火。奇怪的是，无论怎么划火柴，手中的火柴都划不着。两人在黑暗中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原来哥哥张宝忽然间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好像是被什么人给掐住了一样，是人还是东西？其实他也来不及细辨，只是觉得呼吸变得极其困难。兄弟俩想，难道是袁天罡显灵，还是他自己触动了什么机关？这时他已经无暇细究了，连忙把情况告诉弟弟。兄弟两人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墓穴。兄弟俩袁天罡墓历险的故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多数人都相信哥哥张宝那肯定是碰到什么机关了。袁天罡是什么人？皇帝的墓都能设机关排兵布阵，要后世盗不成的，难道还不会设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墓？还有人说，大概这袁天罡也知道他们本意不是盗墓，只是好奇想看看，所以只是吓吓他们，没有要他们的命。要是真的盗墓贼去了，那使用的手段肯定不一样了。不管怎样，这件事发生后，村里人更是笃定包谷地边那个墓葬就是袁天罡的墓，他可是这一带的保护神呢。张氏兄弟没起歹心进去了，虽然有冒险，他也没要两人的命。因为发生的事近在眼前，所以但凡有外来人来做客聊天啥的，大家都会说说，在村民的脑海中，袁天罡埋葬在这里，对他们起到庇护作用。光阴如梭，10来年过去了。一天，一个白鹿原那边过来的人到村里走亲戚，听说村民说起袁天罡的墓，一脸不信。他跟着张氏兄弟两人去看了疑似盗洞的洞口，接着发出一通很是不屑的言论。他认为兄弟俩完全是胡说八道，这墓葬根本不可能是袁天罡的墓。奇了怪了，村里老伴明明都说是，而且两兄弟还真进去过，算是眼见为实了。虽然遇到袁天罡做法被阻止了，但他们可是实实在在的进入去过的，凭什么说他们胡说呢？这个人爆出一个猛料，让很多双竹村的人感到有些意难平。原来在离张氏兄弟所在的围曲镇双竹村不远的地方，白鹿原敌寨北大康村也有一处袁天罡墓，来做客这个人就是大康村的。他说真正的袁天罡墓在他们村。双竹村的人问他能拿出什么证据，他说风水。谁不知道袁天罡懂风水，要给自己找墓也得找个风水好的地儿。白鹿原可是多有名的风水宝地。一时间倒也说的双竹村的人有些无语。白鹿原的风水的确不错，那里埋葬过汉朝的窦皇后还有薄皇后，不过光靠风水就能定。袁天罡虽然讲究风水，但中国的风水宝地多了去了，为什么非要选白鹿原上的他们村呢？而且凡事都得讲眼见为实，于是乎一场探访虚实之旅也因此开始。有人跟随大康村的人来到了大康村，果然这大康村的村民都说真正的袁天罡墓就在他们这里。白鹿原的风水看起来的确也不错，很久以前就有在这里醉看长安之说，即便如此，那总得拿出点证据证明袁天罡的墓在这里吧。这时一位当地的文化站站长拿出了证据。站长搬出的是史料，原来在一本叫《把桥去去志》的书上曾有过一条记录，说袁天罡的墓在敌寨北大康村西北约500米处。这书上的记载明明白白，能有错吗？书上都说了袁天罡的墓就是在他们这里，而没有哪本书说过袁天罡的墓在双竹村。既然书都说了，国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没有保护起来呢？双竹村的村民心中疑惑还是很多，就问起墓葬在哪里呢？不如去实地看看吧。这一问还真问出了问题。说起墓葬到底在哪儿，很多村民却不知道具体位置，都只是说听说就在附近。既然都知道村里有袁天罡的墓，在哪儿却说不清楚，这不是有点怪吗？这个墓会不会只是书上有记载，而实际上没有呢？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出来说自己知道在哪儿，带着这些人朝村外走去。走了没多远，一座砖砌的墓葬出现在人们眼前。墓葬看起来规模不算小，应该有150平米左右，砌着红砖，封着水泥，
中间有一个洞。村民说，墓葬本来是有土堆的，不是很大的那种土堆，后来给推平了。这个墓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经被铲过很多次，所以很多的村民都不太清楚它的位置，只知道它就是袁天罡的墓了。原来呢，这个墓葬在村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金刚冢。既然是袁天罡的墓，而且是有书记载的真实的，为什么没有引起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给保护起来？看着眼前的墓葬，双竹村的人心里犯嘀咕。突然之间，他们发现了问题。眼前的红砖就不说了，虽然看起来就不像老墓才有的东西，这水泥该不会唐朝那会儿就有了吧？这明明是现代的东西。假的，这墓是假的，如假包换的假的。谁曾想，大康村的村民听到此话，却面带微笑，一点儿也不尴尬。村民解释说，这里原来没有红砖和水泥的，这是后来为了保护墓葬给修的，目的就是保护墓葬。而且包括那个洞口，以前也是没有的，是村民们为了看守卖场临时住宿现挖的。至于这墓葬里面是什么样，没有人进去看过。赵站长这时也出面力证墓葬是真的。他说，文物普查那会儿，他亲自看见过墓葬，而且还亲自测量过，很明显可以确定墓葬是唐朝的，东西有14米，南北有16米。既然这赵站长说的有鼻子有眼有数据，那么眼前的墓葬会不会真的就是袁天罡的墓葬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墓葬是没有被盗过的。就在众人几乎要认定大康村的墓葬更接近是袁天罡的墓葬时，又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原来四川阆中一个叫天公乡地方的人冒了出来，说埋在他们那儿的才是真正袁天罡的墓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袁天罡怎么埋到四川去了呢？原来在四川阆中天公乡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作袁天罡墓的地方，相传是袁天罡为自己选定的长眠之地。这座墓位于关架山山腰，距天宫院约1公里，坐北朝南，背靠关架山壁，前临天宫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水格局。袁天罡墓周围山势平缓，邓家河与凤鸣河在墓前交汇后流入西河，形成了二水环抱之势。这种山水相依的地理形势，在风水学中被认为是能汇聚天地灵气的宝地。抛开风水宝地不说，袁天罡可是国师，曾和另一位高人李淳风在当时的唐朝首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工作，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埋到四川去呢？不过还真有可能，因为袁天罡的老家就是四川的，落叶归根一向是中国人的传统，所以袁天罡选择自己家乡的风水宝地，应该是能说得过去的。关于这一点是有历史记载的。贞观8年，唐太宗皇帝召见袁天罡。袁天罡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便请求太宗皇帝允许他回到家乡。唐太宗也答应了袁天罡的请求。袁天罡回到老家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根据《邛崃县志》记载，袁天罡葬于邛崃白鹤山，和西安那些当地人一样，这里的人也相信他们这里的墓葬才是真墓。为此，他们给出了几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首先，墓葬的面积大小合适。位于关架色山山腰的墓葬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600平米。袁天罡在唐朝颇受皇帝的信任，做到了国师，这样的墓葬应该符合他的身份。第二，朝代合适。虽然不能进到墓室中去实际了解，但从周边的一些建筑物来看，那些建筑都是唐初的，后来在明朝经过重新建造，周边建筑的年代对得上。还有一点就是风水的特别。当地人介绍，这里的地形像一顶王冠，四周有9天山脉朝向这里，因此这里还得了一个美名叫九龙捧圣。袁天罡所在的关架山看上去像一只麒麟，前面的圆形山岗像一个太阳，这叫麒麟奔日。这样的好地方，作为一代风水大师的袁天罡怎么可能错过呢？观众们看到这儿，是不是也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思？
而且人家四川这边也给找出了李淳风的墓的位置，位于五里台山顶，和袁天罡的墓相距也不远。看了这么多座袁天罡的墓，你觉得哪个才是真的呢？而就在很多人为站边四川阆中还是站白鹿原上的大康村犯选择困难症的时候，更觉得答案来了。有人站出来说了一番话，让所有的人都始料未及。此人说：你们全都错了，这袁天罡啊根本就没有墓。这又是咋回事呢？这个答案还真的比较奇特。此人说，史料上关于袁天罡的记录和说法都不少，不过关于他的去世日期却几乎没有记录。按理说，以袁天罡当时较高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史册留有记录是很正常的事，那为什么会没有呢？那就不得不提袁天罡的身世了。这人认为袁天罡出生于术士之家，他的叔叔是袁守诚，就曾留下过很多的故事传说，甚至《西游记》中都曾经写过。这一切都说明袁家和仙家显然是颇有渊源的。为什么说袁天罡没有墓呢？那是因为他得道成仙了。而在民间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版本，说袁天罡的父亲并不是什么高人，只是一个员外家的小茶童。不过因为聪明伶俐，很受府上的画师的喜爱，画师认了他做干儿子。既然认了小茶童为干儿子，当然得送点礼物表示。于是画师就把自己画一幅美人画送给了袁天罡的父亲。袁天罡的父亲回到家中，打开画一看，画中女子居然走了出来。这个女子是天上的仙，后来和袁天罡的父亲生下了袁天罡。因此袁天罡是有仙人血统的，因此他去世的时间在凡人的历史记载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虽然这关于袁天罡根本没有墓葬的解释听起来有些神乎其神，大大超乎人们的意料，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关于袁天罡的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说明这个传奇人物的确给人留下很多未知和未解之谜。事实上，关于袁天罡的身世在正史和传说中有很多种说法，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能确认其真实身世。正史中还有记载其父为北周司凯参军袁守义的，但也有传说认为他是隋文帝杨坚与某宫女之子，因独孤皇后不容，才被袁守义收养。而关于袁天罡成仙的传说也有很多种说法，除了前面那位高手讲述的版本之外，还有说法说袁天罡和李淳风因为推演推背图泄露了天机，被天帝派下陈抟老祖下凡警告，二人遂选择隐居，最终在凌云山得道成仙，白日飞升。另外一个版本呢，和白鹿原有关，说袁天罡在凌云山修炼成仙后，便在白鹿原为自己选择墓地，以待千年时节。不管怎样，这多处冒出的袁天罡的墓葬，充分说明了人们对于这位有神秘色彩的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充满了好奇。综合三处传说的袁天罡墓，可以发现一个共性，那就是历经千年，这位奇人的墓的确不曾被盗，正如本视频开头李淳风说的那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印证了袁天罡的确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高人。如今四川袁天罡的墓葬地已经被开发为旅游景区，至于这里是否真的是袁天罡的墓葬，其实也无人可知，因为没人进到墓里面查看过。或许未来的某一天，袁天罡墓葬之谜会大白于天下，到时候我也和观众朋友们一样，期待揭开这位神秘奇人的真面目。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不知道您对袁天罡的墓葬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